春天到了，温度也越来越高，但是春天呢也是一个降雨的旺季，这时身体就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。这时大家可以常吃3种菜，对身体很有益处，错过就要再等1年喽。第一种，韭菜。韭菜是一种很常见的蔬菜，它的味道很特殊，可能有的人不太喜欢，但是韭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具有养肝、健脾、生发阳气的作用。而春天万物复苏，也是养肝脏、生阳气的好时候，所以春天吃韭菜最好，可是比肉强多了。第二种，荠菜。荠菜是一种野菜，但是味道却很鲜美，也很有营养。俗语有云：春食荠菜赛仙丹。荠菜有健脾养胃、养肝护肝、清热解毒等功效，所以呢，春天常吃荠菜能帮助去湿气、提高免疫力、减少疾病的发生哦。除了荠菜，蒲公英也很不错。第三种，竹笋。虽然竹笋1年4季都有，但是春天的竹笋特别的鲜嫩，不仅好吃，营养也非常丰富，其中含有很多粗纤维、维生素以及氨基酸，具有润肠通便、降低胆固醇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所以春天多吃点竹笋，能保护我们身体健康哦。很多人啊，平时总喜欢生气，这样时间久了呢，就容易气滞血瘀，导致呢气血不通。那气血不通对身体啊是有很大伤害的哦。那气血不通该怎么调理呢？今天木子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大家呢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脚掌踩地，将2个脚和2条腿并在一起，然后呢2腿向外打开，再相互的碰撞，这样反复的练习5分钟。这样碰腿呢可以刺激到大腿的血海穴，而血海穴啊有调理气血的作用，所以呢每天这样碰碰腿可以帮助打通气血堵塞，让气血更充足哦。那气血不通的朋友，平时啊还可以多吃一些红枣，红枣有很好的补气血的作用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前列腺不好，多吃2物，常做1动作，呵护前列腺，为男人味加分。第一，多吃含番茄红素的食物。那西红柿中含有的番茄红素就很多，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男性朋友经常吃可以帮助保护前列腺健康。第二，多吃含锌的食物，锌元素也能维护前列腺健康。像我们常吃的瘦肉、猪肝、鱼类等都含有很高的锌。除了多吃2物外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提肛运动。提肛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带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。那每次做5分钟就行，对前列腺健康有性啊压力大，所以呢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。那这些习惯呢，很可能就会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习惯呢？习惯1，长时间憋尿。很多男性一玩上游戏或者是忙于工作，就会有憋尿的习惯。那长期憋尿会让排不出的尿液倒流到前列腺，对前列腺健康不利。习惯2，吃刺激性食物。如果经常吃有刺激性的食物，比如辣椒，这样会让前列腺反复处于充血的状态，也会影响前列腺健康。习惯3，长期久坐不动。如果你长时间坐着不运动，会压迫到前列腺，引起前列腺充血，这样也不利于前列腺健康。那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你一个都没有。前列腺炎是很多男性的一大困扰，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不方便。那么想要保护前列腺，可以常吃下面2种食物，对预防前列腺炎有帮助。石榴是一种常见的水果，营养特别丰富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糖类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。那男性朋友经常吃点石榴，能够帮助预防前列腺炎。可以呢将石榴榨成汁喝，这样更容易吸收哦。牡蛎是营养很高的海产品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锌元素，能提高前列腺的抗感染能力。那男性朋友经常吃点，不仅可以养护前列腺，对肾脏健康也有帮助哦。除此之外啊，男性朋友平时啊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这样才能让前列腺更健的对手被发现。男人常吃点，前列腺一天比一天健康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呢？南瓜子。很多人吃南瓜的时候都会把南瓜子扔掉，其实南瓜子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、E 以及氨基酸，有杀菌消炎的作用。那男性朋友多吃一些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。
当归是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，有活血化瘀、补中益气的作用。男性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对前列腺的恢复有帮助。那女性用它泡水喝，能够改善经期提前、痛经等问题。男性衰老哪个部位最先老？头发排第二，第一的男性都很重视。第三的是腿脚。俗话说人老腿先衰，如果男性开始衰老，会出现腿脚不灵活、腿脚无力的情况，这也是身体衰老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。大家想要保护腿脚，平时可以多按摩腿部，用双手抱紧一侧大腿，从大腿根部开始向下，一直按摩到脚踝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强腿部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预防腿部衰老有帮助。第二的是头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长白头发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是出现长白头发的情况就要小心了。建议大家平时多补充营养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多按摩头皮，对预防白头发也有帮助。第一的是肾脏。肾脏对男性来说非常重要，也是男性都很重视的。如果肾脏衰老了，就很容易出现肾气不足、肾虚等情况，这也是男性衰老的一种标志。平时养肾可以多喝水、多运动，经常吃一些有补肾效果的食物，都能够起到保护肾脏的作用。若你出现上面这3个变化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平时多注意调养，养成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让你老得慢一点。身上长一点肉时啊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，我又胖了，不行，我得减肥了。其实呢，不管男女都有一个正常的体重，那男性体重多少才算正常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标准体重的算法有2种，第一种是用自己体重的千克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，如果在18.5到24之间，说明体重是标准的，是不用减肥的。如果上下波动10%也算正常。还有一种计算方式是用自己的身高厘米减掉105，得出来的就是正常体重了，是以千克为单位的。比如男性身高1.75米，那么标准体重就是175减去105，也就是70千克，140斤，也可以上下浮动10%左右。那大家可以用上面的这2种方法计算一下，看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。如果在正常范围内，那你根本不需要减肥。但如果体重超标，对肠胃、肝脏、肾脏健康都是不利的。所以男性朋友平时呢，最好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多进行运动，注意饮食规律，适当的释放压力，坚持下去，让体重慢慢达标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男性长胡子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有的人需要每天都刮一次胡子，而有些人好几天才刮一次。那男性长胡子的速度和什么有关呢？主要和2点有关。第一种是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影响，第二种是受饮食影响。那通常来说，如果体内雄性激素比较旺盛，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。但是相反，如果体内缺乏雄性激素，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慢。还有，如果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，可以为毛发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，那么胡子自然就会长得比较快。如果胡子长得太快，到底好不好呢？那正常情况下，如果雄激素比较旺盛的话，当然是好的。但如果早上刚刮完胡子，下午就长出明显的胡渣，那么说明雄激素太旺盛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好现象，大家需要多注意调理。那男人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，下面的这2个禁忌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一个，运动前不要刮胡子，因为人在运动过后会出大量的汗，很容易刺激刚刮过胡子的皮肤。第二个，饭后不要刮胡子，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流量会增加，如果这时刮胡子，很容易刮坏皮肤。大家对南瓜都很熟悉，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，南瓜被称为长寿菜，经常吃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，具有解毒、保护胃黏膜、降血糖、促进生长发育的功效，但是却不适合3类人吃。第一种，对南瓜过敏的人，有的人对南瓜是会过敏的，如果吃南瓜后出现皮肤红肿、经常腹泻、恶心、想吐的情况，大家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，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。第二种，
体质湿热的人。南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，如果吃多了，很容易助长湿热。所以体质湿热、胃热炽盛的人，还有气滞中满的人，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，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第三种，皮肤出现感染的人，因为南瓜属于发物，而且南瓜性温，如果吃多了，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。若是上火比较严重，对皮肤有感染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，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少吃。所以，如果你属于上面3种中的一种，那么即使再喜欢吃南瓜，也要忍一忍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就不要贪一时的嘴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